奶奶身子一直不好，我实在放心不下。看看，马上就能见到奶奶了。可万一被爹爹和宗门发现，该怎么办呢？站住！出示身份玉牌与修炼考勤令牌，逐一查验，不得插队。按序排队。外门弟子无故不得擅自离山，无请假文书一律不放行。就是现在。总算到了，还好没被人发现。豆，快醒醒，我有急事要麻烦你。高马尾姐姐，你一大早不往修炼场去，跑到玉梭这里做什么呀？麒麟，奶奶生了重病，我特别挂念，你帮我启动玉梭，规划隐蔽路线，别被宗门守卫，好不好？可完毕，你没有向宗门师长请假，也没有玉梭行使授权，违反宗门行条例哦。保证全程遵守空域交通规则，低速慢行，绝不乱飞。你就帮帮我吧。好吧，拗不过你。我启动玉梭自动模式，全程低速运行，走山林隐蔽空域。谢谢你，有你帮忙，我才能安心去看奶奶。灵卷防护仙器，炼成。近日一直在忙着炼器研发，都没顾上子涵的修炼情况。好好修炼，注意安全。儿，此事小心，切莫意气用事。为父只愿你平安归来。可我却偷偷溜出宗门，心里真不是滋味。灵光小助手，帮我给爹爹自动回一条讯息，就说我已经到修炼场了，会认真修炼的。好嘞，我这就帮你编辑传讯，稳妥回复。前方到达灵路交叉节点，已提前减速，准备礼让通行，跟随玉梭流有序通过。那个就是灵路守关者吗？他们每天都要在这里疏导车流吗？是的，姐姐。灵路守关者负责疏导灵路通行，避免拥堵和事故，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左侧玉梭，右侧玉梭稍作等候，切勿抢道，注意安全。
我们一定遵守通行规则。规范驾驶，便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这玉梭驾驭的不错，规范平稳，值得称赞。白色灵光，你太厉害了，连守关者都夸我们了。嘿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安全驾驶最重要啦。姐姐，已经过了拥堵路段，灵路畅通，可以提速至限速上限60里时啦。你同意吗？同意。谢谢啦，终于可以快一点了。现在开始平稳提速，全程保持限速，不会超速哦。你看那架玉梭，行驶的真平稳，就算提速了也丝毫不慌，驾驭者手艺真好。是啊，刚才在拥堵路段就注意到它了。不抢道，不急躁，太规范了。这样下去，很快就能到奶奶家了。姐姐放心，我会一直保持安全运行，准时把你送到奶奶家，不会耽误时间的。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奶奶家？是快到了呀！预计1个时辰后抵达。前方3里为灵路事故多发路段，需全程匀速行驶，不可大意。奶奶的病不知道怎么样好快点见到她，再快一点好不好？就快一点点。姐姐，限速是60里时，超险的，超速会有危险的。那我就小幅提一点，只提5里哦。不好，触发超速预警了。不好，姐姐，我马上减速，太危险了。好，快减速，我不催你了，安全最要。咦，那架流云玉梭怎么突然提速了？还好又慢下来了，超速可不行。各位修士朋友们，这里是修仙安全纪制栏目现场，为大家普及超速的危害。超速驾驶易引发追尾、玉梭失控等事故，希望大家严格遵守灵路限速规定，规范驾驶。如今上路规则越来越规范，灵路规则的普及还任道远。那如果不小心超速了，会有什么处罚呢？多次或严重超速，将扣除修仙通行积分；情节严重者，禁止通行段时间。我刚才在灵树看到一架流云玉梭短暂超速，随即又恢复了限速，想跟2位反映一下。多谢这位修士朋友的反馈，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吗？比如玉梭的样式。刚才突然提速快了5里左右，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应该是不小心违规的。非常感谢你的反馈。这种轻微超速虽未造成危险，但也需警惕。我们加强灵路巡查。各位修士朋友，刚才这位修士反映的情况也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大家切勿心存侥幸。此法甚妙，可解我等修行之困。确实如此，当广而告之。
是啊，大人，我也是担心会出危险，才特意过来反映。那家寓所应该是不小心违规的。各位修士朋友，大家听到了吧？10次事故9次快。灵路限速从不是束缚，而是守护大家的安全防线。不是吗？我去年就见过灵路超速追尾的，2家寓所都撞坏的，修士也受了伤，太吓人了。我现在就前往前方路段巡查，提醒过往修士规范车速，切勿超速。我们一边巡查，一边继续为大家普及安全知识，让更多有识起来。大人和路者，辛苦了！巡查路上也注意安全。多谢提醒，你也务必规范驾驶，平安出行。姐姐，别害怕，已经降回限速了。刚才太危险了。我刚才太心急了，没想到会触发预警，太吓人了。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前方孩童横铃，启动制动，开启防爆死文。对不起，实在太抱歉了，孩子不懂事，突然跑出去，差点酿成大祸。这是大祸。没事没事，幸好器灵反应快，不然就真的出事了。以后一定要看好孩子，灵路之上太危险了。您说的对，都是我的错，没有看好孩子，以后一定严加看管，再也不会让他随便横穿灵路了。姐，我不该随便跑出去，差点害到你。你就是驾流云玉梭的乘坐者吧？刚才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幸好器灵反应迅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以后一定会更加注意，严格遵守灵路规则。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险些发生一起严重的灵路事故。万幸的是，玉嫂及时制动，避免了悲剧。没有酿成事故，但你也要引以为戒。灵路之上，无论何时都要保持警惕，不能有丝毫大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知道错就好。灵路驾驶，安全第一，以后一定要牢记规范，勿再犯。对，我们以后也一定会看好孩子，遵守灵路规则，再也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再也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了，修士朋友，灵路之上不仅要自己规范驾驶，还要看管好孩童，避免突发危险。我是修仙执法巡守员，请出示你的飞行法器驾驭凭证与流云玉梭通行资质。我没有驾驭凭证，这玉梭是我爹爹研制的最新款，可以自动行驶。
那你今天要去哪里？我今天逃课，是想驾着玉梭去城外看望生病的奶奶。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明白了，暂且不做及时惩处，需要向上级通报，跟我到旁边执法岗停一趟。我跟您过去。我知道自己做错了。细看看，这些都是无证驾乘、超速行驶引发的意外事例。刚才那位修士突然变道，也太莽撞了，还好咱们躲开了。这也正好给你上了一课，修仙灵路规矩半点不能马虎。我就是一时侥幸，觉得玉梭有自动驾驶，就私自上路了。陵墓前的各位观众，灵路化魂快慢车道不可串道。日常出行第一件事，务必系好舱内灵气安全带。还有超速行驶，灵路各段都有明文限速，速度越快，法器制动缓冲越难把控。来来，这些小规矩背后都藏着这么多安全讲究。我来大家演示咱们的专属安全功能哦。先开启自动避让模式，前方若有障碍，我就能自主规避。太稳了吧，一点颠簸都没有，完全不用人为操控。接下来演示紧急制动模式，模拟前方航道突发滞留缓停。就算法器自带智能功能，也不能全依赖。偶尔灵气乱流，磁场干扰，智能系统也会受影响，还得靠人守规矩。说的没错，自动驾驶只是辅助，绝非任性违规的借口。最后演示车道保持功能，锁定专属航道，绝不会随意偏离路线哦。咱们在此稍作整顿，顺便领一份灵路安全宣传册。观众朋友们，灵路沿线都设有这类服务站点，筑牢大家的安全意识。校友辛苦了，不妨拿一份安全宣传册，闲时可以翻看学习。多谢前辈，我一定会仔细研读的。册子里都是真实出行案例，很有警示意义。
可以看到，润心为过往修士答疑，普及灵路出行的构架。原来好多出行意外都是无诉，不彰显造场者，实在太可惜了。你如今也算亲身领会，更该引为戒。人谁无过，犯了错不用逃避，勇敢承担后果，接受处置，往后不再重蹈覆辙就好。我牢牢记住您的话了，回去我会乖乖接受处置，认真学好灵路规矩，考取合法资质，再驾乘法器。老人家，我跟您说下后续处理方案。浅青衣少女需要参1周交通安全研习班，再按认错态度从宽处置。也希望所有在观看节目的年轻修士引以为戒，知错改错。老姐姐，听说你身子不舒服，我特意过来看看你。快进来坐，劳烦你还特意跑一趟。孩子逃课无证驾乘，但好在主动认错了。原来是这样，懂得反省，知错就改，真是个懂事好孩子。那孩子，阿姨过奖了，我确实做错了，以后绝不会再莽撞行事。各位陵墓观众，灰发老人明事理善教导，邻里暖心称赞，执法温情有度。这位银发老人太通透了，三观超正。谁年少不犯错，能知认错改错就难得。1周安全研习班安排的太合适了，既能学规矩，又能受教育。孤言道友，麻烦速速接通灵讯，有要事与你相。这个时候，是谁发来灵讯？陈是谁？突然联系我，可是出了什么事？他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他私自逃课，还违规动用代步法器。我已全程核实情况。人有没有意外？人没出事，但他年纪尚轻，行事太过莽撞，还请你尽快赶来护都奶奶家客厅一趟。这孩子真是愈发肆意妄为，竟敢做出这般荒唐事！您别急，孩子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事务，搭乘承运寓所赶往护都奶奶多照看一儿，劳烦只管照看一儿。父亲要是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很生气的。忽略了你的感受，也没好好教你出行规矩。爸爸，这不怪你，是我自己太不懂事。我不该
私自逃课，更不该违规私自驾壤法器出行。知道就好，你有这份心，爸爸就放心了。我知道你潜心钻研，柳知道，是为了完善安全法门，守护更多修仙者。就算再忙，也不该把你独独放在一边疏于管教。往后我一定多抽时间陪你，教你正规出行章法，常带你回来看奶奶。那我们说好，等我考过修仙安考核，拿到正规通行资质，一言为定。爸爸陪你一起考。以后我就跟着你，依规驾行，常回来陪奶奶身边。父女俩俩能解心结，再好不过。能主动反思陪伴缺失，正是教育问题那位父亲了。是啊，他向来疼孩子，就是嘴笨，不懂得表达。爸，奶奶，我想主动回临城，接受执法处的正规处罚。到了执法处，好好接受训导，用心学好出行规矩。往后要恪守修仙玄训，法举懂分寸的正经修士。我记住了，我一定好好反省，绝不再犯同样的错。你认错，态度端正，免去灵璧处罚，需参加1周修仙安全学习班，考核合格即可结案。我定会专心听课，认真备考，往后严守修仙交通法度，绝不再违规。各位来到这里，希望大家摆正心态，认真听课反省。我先大家系统讲讲灵路通行条例正规法器驾行要领。路通行需要额外办理哪些资质？跨云统句法。此图典连接的3条6战令，仔细辨点，
而且灵犀度又复杂，对时细细的忘我，将直接影响通行的成败。往后必须潜心钻研，研发更先进的灵路防护法阵与避险技术。修士，这位执法道友常年扎根执法一线，有很多真实案例想和大家分享，欢迎这位执法友。我常年负责灵路执法，见过太多因一时侥幸酿剧。非要冒险吗？规矩从来不是约束，而是保命底线。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恪守灵路法度。申清执法男说的没错，这些案例不是恐吓大家，而是要让大家真正记在心里。今天进行实践教学，全程使用灵路模拟驾驶器，沉浸式体验各类路况与违规后果。这就是模拟好法式器吗？所有人依次上机操作，严格按照指令行驶，用心感受了操作每一次带来的不同结果。实训期间，严格听从讲师指令，切勿擅自操作，珍惜这次体验机会。哎呀，不好，分心真的会失控！救命啊！太吓人了，以后绝对不敢超速了，心脏都要跳出来了。驾行切忌心浮气躁，贪快一秒，往往就是酿成意外的开端。谢谢只管低声，我马上减速，再也不急躁了。牢记这种感受，以后真正驾行时，才能守住安全底线。目前模拟器的情景还原度尚可，但突发路况还可以再丰富一些，可以增加灵气乱流、灵兽窜路、突发法阵故障等随机场景，更贴近真实灵路。没错，真实灵路变数多，才能更好应对突发情况。再优化一下撞击体感反馈，让学员感官冲击更强，警醒效果也会更好。很好，你们做得非常出色。
说的极是，增加随机突发场景，优化体感反馈，确实能让教学实训更有实际意义。优化完模拟体验后，学员的敬畏心会能得更规矩，真正把安全距刻进心里。后续我可以帮忙调试器械，尽快完成优化，不耽误教学进度。现场也太惨了吧！这个碎皮院，大家仔细看地上这些玉缩碎片和残留灵痕，这就是违规架酿成的恶果。太可怕了，这得是多剧烈的碰撞才会变成这样。事发时一方玉缩严重超速，占道疾驰，和对向正常行驶的玉缩正面相撞。就因为一时贪快，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这场事故直接造成2名修士陨落，3人重伤休养，家族也跟着蒙受巨大伤痛。事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封锁灵路，搜救伤员，勘验灵力痕迹，也好让学员们全面了解连锁后果。还要做责任判对，善后安抚，灵后安顿，深入修缮处作。从今日起，你们就是灵路交通安全宣传志愿者。愿你们坚守心，传递安全。我一定会认真做好宣传工作，不辜负这份信任。宣传时要耐心讲解，把你们学的知识、感受到的教训，都传递给每一位路人。记住了，一定会耐心讲解，不敷衍，不马虎。向过往修士发放宣传册，讲解重点册语气要温和，耐心解答疑问。值少管，我们一定做好。您好，请了解一下。这里消息。道友您好，麻烦了解一下灵路交通安全知识。守护自己他人出行安全，系何人 C？ 多谢小姑娘，我正想了解一下灵路规则呢。各位，我理解大家对未来的担忧，但请相信，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之间因为一时莽撞，还险些酿成意外，才明白了自己错了多离谱。希望大家都能引尾戒，安全出行。是啊，有时候就是一时侥幸，总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谢谢你的提醒，你的经历确实让人警醒。往后一定会严格守规。这是我们灵路的宣传册和福利，健康健康，对初学者友好。原来如此，听起来确实不错。入门速成，竟有如此您？道问即是。此文对心有何要求？可谓道境，需清心寡欲。诸位若可提问，尽可一一解答。这个是限速标点，最多只能行驶50里每时，千万不能超速。紧急避险的关键步骤，首先是玉想，那如其这样，训任务，保护好玉道。应急处置的第一步是保持冷静，然后按照这个顺序操作。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些孩子是真的成长了，既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又能传递正能量，难能可贵。黑马尾女生，成绩优异，满分结业，上前领取你的结业身份木牌。多谢讲师悉心教导，我定会牢记所学知识。你踏实好学，态度端正，往后定要做好灵路交通规则的表率。1周的学习总算有了结果，能顺利结业，太开心了。往后驾驶灵路代步器具，一定严格遵守规制，绝不违规。希望各位结业之后，以身作则，恪守灵路交通规矩，平安出行。成功通过结业考核。诸位的确都在这1周里付出了努力，进步十分明显。大家学到的灵路交通知识，不是一纸空文，要真正融入日常。执法前辈说的没错，知识本就该学以致用。日后驾驭各类灵路代步法器，务必严守规制，规避风险，守护自身与他人安全。记住前辈的叮嘱，以后绝不任性违规驾行。愿大家都能坚守本心，做灵路安全出行的遵守者与守护者。知晓你今日结业考试，特地过来看看我女儿的成果。白袍长发男人，令爱天资出众，满分结业，实在难得。千群马尾女孩学习态度极佳，悟性过人，是本届学院里的佼佼者。都是讲师教导认真，我只是好好用功而已。不愧是我的女儿，做事向来稳妥认真，从没让人失望。爹，
有件事想跟您往上报一下。流云玉梭的几项核心安全技术，我打算无偿上交，共享给修仙界交通部门。爹，您这个决定的太好了，我打心底里支持您。灵力轻缓注入，切记不可急躁，控制好速度。我记住了，会慢慢尝试，不急于求成。不错，方向把控很稳。再试着练习一下紧急避让的动作。很好，这次的操控比上次更稳了。多谢导师指点。你是我教过最认真的学员之一，一点就通，进步太快了。多谢导师夸奖，我只是每天多练一会儿，熟能生巧而已。你也太厉害了，练得又快又好。你也可以的，多练习几次，慢慢就熟练了。继续保持这个状态，考试肯定能顺利通过。很好，紧急制动的反应很快，细节把控也到位，没有问题。多亏了爹一直指点我，不然我会进步这么快。教得好，他自己也足够努力。现在的技术完全能应对考试，主要还是你自己用心。考试时沉着冷静就好。我一定会好好发挥，不辜负你们的期望。生怕操操舞考不过去。别紧张，按平时练习的来，正常发挥就好。考生减轻一考时，请注意操作规范。明白，考官。命。规范，细节到位，考核合格，前往下一个科目。是你的。我可
可以吗？奶奶，我们到了。灵没了，灵听，看着舒不舒服？以后有空，就让这丫头常陪您这里走走散心吧。厉害，第一次开车就这么稳，坐得真舒服。各位修士同仁，每年3月3日是咱们修仙界的灵路安全宣传日。近年来，灵路代步法器日益普及，但违规驾驶引发的事故也时有发生。是啊，上次就看到有人超速行驶，差点撞到路人，太危险了，危险了！确实该多宣传宣传，很多人就是心存侥幸，才会违规。接下来，有请本次宣传活动的志愿者代表，和大家说说安全驾驶的重要要。幸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刚通过了驾照考试，现在是一名合法的驾驶员了。能说说无证驾驶真的有那么危险吗？真的很危险。无证驾驶很容易出现失误，大家要珍爱生命，安全出行。目前，自动避让、紧急制动等技术已逐步应用到各类灵路代步法器和灵路防护系统中，有效减少了事故发生。前辈，未来还会有更先进的安全技术吗？我们很期待。大家放心，未来我会带领团队研发更多先进的安全技术，全方位为灵路安全保驾护航。素黑长袍的无私奉献，为我们修仙界的灵路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你升级之后，看着比之前更有灵气了呢。姐姐好呀，我现在有好多新安全功能，快来亲自体验一下吧。坐进操控位，假装长途行驶后精神困倦，测试疲劳监测功能。飞了这么久，属实有些精神不济。
都快没法专心操控玉梭了。见效者精神涣散，出现疲劳驾驶状态，即刻启动安全防护程序。反应速度极快，还能自主控速停靠，这功能设计的太实用了。准捕捉驾驶者状态，不依赖人为提醒，从根源规避疲劳行驶风险。没想到监测这么灵敏，还能自动控速靠边，安全感一下子就拉满了。便是为杜绝类意外所设。接下来由我测试09检测功能，看看豆豆能否精准识别。零路严禁饮09后驾梭，若是检测精准，能极大规整零路出行规矩。检测到驾驶者体内含有09气息，违规驾梭已锁定行驶权限，禁止启动。权限直接锁死，半点启动机会都不给，太严格了。这气灵也太尽职尽责了，半点情面都不留，这样才更安全。彻底杜绝了饮09后驾梭的侥幸心理。零路出行规矩需严守，唯有从器具层面加以约束，才能护住众人安危。恶劣天气预警功能也已就绪，随时都能投入使用。以后不管夜间赶路还是遇上风雨灵物，都不用提心吊胆了。此番升级，不单是完善器灵功能，更是为整个灵路安防立了新规。若是所有寓所都搭载这套安全系统，我们修仙执法者也能减轻不少巡查压力。我会尽快将这套升级后的安全系统普及到所有我研发的寓所区区之上。若能全面普及，乃是整个修仙界灵路出行的一大幸事。我们研究院全力配合推广。我也会向灵路执法总署上报，大力推行搭载新系统的寓所，规范修士出行。完了完了，我今早睡过头，再按这速度走，宗门肯定要迟到了。别急啊，灵路行驶都有规矩，超速可不是随便就能乱来的。你稍微开快一点呗，就超一点点限速，没人会发现的。那可不行，超速本就是灵路违规行为，风险也特别大。另明确哦，限速规制，超速极易引发碰撞、失控等安全事故，请严格遵守。迟到只是小事，万一超速出意外就得不偿失了。下次你早点起床就不用这么赶。高马尾少女说的一点没错，灵路出行向来安全第一，咱们老老实实按限速走就好。哎，我知道错了，
不该抱有侥幸心理。以后素了，再也不提超速的事了。知错就改就好，遵守陵路交通规则，是每个驾乘修士该守住的本分。坚守限速规则，不心存侥幸，文明驾乘，才能守护自身与他人的陵路出行平安哟。好在稳稳当当到地方了，也就晚几分钟，总比冒险超速出事要强太多。出事要强太多。这次真是给大家添麻烦了。往后我一定准时起身，绝不贪图赶路乱提要求。我刚刚都听说了，你做得非常妥当，守住了原则，也守住了安全。只是恪守陵路规矩而已，不能因为赶时间就拿安全去冒险。你能坚持拒绝超速诱惑，还能劝导同伴，已经是一名合格的陵路驾乘者。你顶住催促也不肯越过底线，真是令人佩服，十分谦和。我也会向青衣马女孩学习，以后自觉遵守陵路规矩，再也不做违规冒险的事。陵路上常有寓缩故障，修士迷路，没人搭把手实在太难了。看你站在这里出神，心里是不是有什么想法？爹，我想组建一支小队，专门帮陵路上遇困的修士。这个想法心怀善意，靠谱，爹全力支持你。有紧急聆讯，郊外陵路有修士寓所突然抛锚，无法启动。队长，我们马上集合，即刻赶往事发地点吗？没错，这是咱们小队成立后的第一单救援，所有人立刻整装出发。看你们这般匆忙，是接到陵路救援求助了。郊外陵路有女修士寓缩抛锚，我们正准备赶过去施救。我随你们一同前往，正好现场给你们做实操指导。人员物资都已备好，随时可以动身赶赴郊外陵路。出发，抓紧时间，别让被困修士在野外久等。各位道友，可算把你们盼来了。道友不必慌张，我们是临城陵路救援小队，专门赶来帮你处理寓缩故障。先不要强行尝试启动，避免损耗寓缩内部灵纹结构。我来做一次全方位故障检测，很快就查出问题所在。
核心是灵能电池彻底耗线。原来电池问题，我们正好携带了适配型号的备用电池。操作动作轻缓，对齐灵纹卡槽，切勿蛮力拆装。电池已经更换完毕，可以试着启动看看状态了。那瓦先试试了。运转一切正常，灵能供给稳定，已经完全修好啦。第一次救援流程规范，操作细致，你们做得很不错。往后要记得定期检查寓缩，及时更换老化配件，就能避免半路抛锚这类状况再发生。真的太谢谢你们了，效率又高又贴心。幸好有救援小队及时赶来，要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用客气，守护灵路修士通行安全，本来就是我们救援小队的本分。灵路之上，互帮互助本就是修行本心。往后若再遇到难处，随时可以发送救援灵讯。夜里灵路行人变少，倒是难得能安稳值守一会儿。有紧急救援消息，灵路中段有修士意外摔倒受伤，动弹不得。伤势不明，又是夜间，我们得立刻赶过去。立刻集合出发，同时联络队内单修队员，一并赶赴现场。再给执法处传讯，请陈执法知道此事。明白，我这就传讯联络。这救援人去。你好吗？发生什么事了？方才路边突然窜出野兔，灵宠受惊，我意识不稳摔了下来。道友别乱动，我们是灵路救援小队，已经单修赶来为你诊治。我先帮你查看伤势，不要强行扭动身子。有个坑还有几处皮肉擦伤，需要先紧急处理固定。我先为你清理创口，敷上疗伤灵药，再把骨折臂受定住。多谢各位援手，夜里荒郊，若是没人来，真不知该怎么办了。我们动作会尽量轻一些，你忍一忍，很快就好。临时急救已经完成，不宜在此久留，需送往医馆做后续调理。动作放缓，把伤者平稳抬上救援专车。
动作放轻，动轻。别担心，我们来了。准备好，我们抬他上车。别晃动到伤者伤处。叶幕伯伯，这般稳妥实在太暖心了。您慢点，别急。这里还疼吗？我再帮您检查一下。你们先走，送往附近正规修仙医馆。路上保持平稳车速。收到。我接到灵讯，立刻赶来。伤者情况如何？已经妥善安置好了吗？伤者手臂骨折兼擦伤，单修以现场仅救治，现已送往医馆进一步疗养。能第一时间到场施救，妥善安置伤者，你们救援小队非常到位。救援非常到位。往后我们也会加强夜间值守，多流离林间灵宠窜动引发的意外险情。新一年已然开启，今日召集大家商议制定全年灵路安全工作计划。过去1年，我们只负责近郊灵路，我提议把救援范围向外再扩大一圈。我们可以多办灵路安全宣讲，让更多修士懂得日常避险和寓所养护常识。我觉得还能走进仙门学府，开设校园灵路交通安全课业，从年少修士做起。都很贴合实际，大家的提合实际，覆盖救援、宣传、校园教育方方面面。听闻你们召开年度会议，我特意过来帮你们把计划把关完善。青衣女队长带队有心，队员们也思虑周全，新一年的规划值得好好打磨敲定。有执法黑袍和黑袍前辈到场，我们的计划也能考虑得更加周全稳妥。扩大救援范围，要分阶段推进，避免人手分散顾次比。校园宣讲可以固定每月场次，形成惯例。新一年不管是物资损耗还是技术修缮，我依旧全程提供兜底支持，你们只管放开手脚做事。有树冠黑袍男的规划建议，还有长发袍男的物资技术支持，我们底气足了很多。新年伊始，听闻你们规划全年灵路安全事宜，我特地赶来参与商讨。院长百忙之中抽空前来，真是给我们增添了莫大助力。各位，今日你之事关乎社稷安危，吾等当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国力救援小队深度合作，我们还会攻关灵路安防新技术，从器械和术法层面给你们做强力支撑。我们往后救援效率定能更上一层楼。辛苦大家，
今日咱们就好好给仙宗弟子们讲讲灵路出行的安全常识。各位弟子，今日我们有幸邀请到灵路救援小队的各位道友，为大家开展灵路交通安全宣讲。今日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激动人的时刻。欢迎青衣马尾女率领的救援小队，还有黑袍男子。这雨下得太急了，才半个时辰，灵路就多处积水了。别慌，刚接到多起救援灵讯，好几辆玉梭被困在中了。高马尾姐姐，我已探查路况，西边灵路积水最深，千万别走那边。救援装备都已备好，防水服也穿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出发！豆豆实时报报路况，我们避开深水路段，优先救助被困车主。收到，我会全程指引，确保大家安全抵达现场。这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啊？寓所都陷进去了，这可怎么办？大家小心，水流太急了。前方50丈处积水较浅，可停靠车辆。大家分成2组，一组去东侧被困点，一组随我去西侧，都要快。你们可来了！东侧3辆寓所被困，西侧还有2辆。陈长，我们已经分好组，现在就投入救援。道友们，快帮帮我们！寓所陷在水里，根本动不了。道友别着急，我们这就帮你把寓所推到安全区域。这可怎么办？同辆车怎么就陷在这里了？注意脚下。队长，一定要小心啊！我试着启动了好几次，寓所都没反应。再这样下去，灵纹都被泡坏了。道友别慌，先关闭寓所电源，我们合力把它推到路边高地。大家听我口令，1、2，一起用力推！寓所右侧有石块卡住了，先把石块移开，再推更省力。找到了，大家再等一下，我把石块挪开。西侧阵线怎样？我来帮你们，争取尽快把寓所推出去。各就位，再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就差一点点，
就能推到安全区域了。真是太辛苦你们了！这么大的雨，还冒雨来救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安全了，我们就放心了。前方高地无积水，可将玉梭停放在那里，避免再次被泡。救援界面已启动，请各位注意路线、故障分类与定位节点。系统规划的路线太理想化了，林路弯道、林雾浓重路段，要避开狭窄通道，方便救援车通行。你说的对，我们忽略了实操中的路况差异。马上优化路线规划算换。还有哪里需要调整？比如故障类型的识别是否够全面？玉梭灵能耗尽和灵纹破损的识别信号太接近，容易混淆。建议增加灵能波动检测。在偏远灵路信号弱的时候，精准定位至关重要。你们的建议都很实用，正好弥补了我们研发中的疏漏，立刻着手修改。系统优化完毕，界面更整洁稳定，悬浮灵木亮度更高，空间秩序感强。我来测试一下违规识别和事故上报功能。系统可自动识别无证驾驶、超速、违规停靠等先段行为，实时上报执法终端，还能同地事故现场画面。太好了，这个系统能大大节省执法时间，快速处置交通事故和违规行为，太实用了。这正是我们研发的初衷，让救援更高效，执法更便捷，守护灵路更省心。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出走弯路，更快赶到救援现场。系统提前定位、规划路线，我们就能节省更多时间，救助更多被困修士。国立仙术研究院全力支持系统试点，后续会安排专人跟进，及时处理使用中的问题。执法处也会全力配合，同步调试执法终端，确保系统执法终端、系统执法功能顺畅运行。我们救援小队会率先使用系统，在实操中继续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助力系统完善。我们往后救援就更有底气了，效率也能大幅提升了。灵路出了意外，车子彻底没法开动了。可如何是好？只能找本地的灵路救援小队了，希望能尽快联系上。近郊灵路有外地修士遇险，车辆损毁被困，需要立刻出队救援。队长，救援器具全都备好，我们随时可以出发赶往现场。大家即刻动身，赶去近郊灵路弯道，务必稳妥帮修士处理事故难题。近郊灵路跨域交界，立刻联络当地救援小队，前往事故现场协同配合。各位街坊邻里都坐好了，灵路安全公益讲座马上就要开始，请大家耐心稍等片刻。
早就听说救援小队来讲安全知识，特意早点过来好好听一听，多学些总归没错。平日里经常驾乘寓梭赶路，多懂点安全规矩，出门在外也能更安心一些。有请临城零路救援小队队长为我们开展安全知识公益讲座。今天我们来普及出行的各类安全常识。日常步行走零路，切勿随意横穿林道，遵守基础通行规矩。那我们平时骑行小型邻居代步，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吗？不可飙行。骑行邻居不可超速飙行，并排占道。夜间出行要开启灵光警示灯。接下来由队员为大家演示基础急救手法，大家可以仔细看，认真记。遇到轻微磕碰受伤，第一步要稳住情绪，别慌乱。包扎时松紧适度，护住伤处灵脉，避免灵气外泄加重伤势。手法一定要稳妥。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以前受伤都是随便裹一下，今天算是长见识了。稍后再示范简易心肺复苏，遇到突发灵气滞塞晕厥，能争取宝贵施救时间。接下来由这位黑袍执法者为大家解答零路交通相关律法问题。各位乡亲，有何疑问，尽管提出。若是零路行车不小心轻微剐蹭，按规矩该怎么处理才合规？先就地保护现场，开启聆讯报备，不可擅自驶离。等候核查再走理赔流程。小孩能不能独自驾驶小型寓梭上路通行？律法明禁忌小孩单独驾梭，必须有成年修士陪同监护，切莫侥幸违规。这次讲座讲得实在接地气，全座讲斗得明白。都是能用到的实用本事，真是受益匪浅。只要大家能牢记安全准则，规范出行，就是我们开展公益讲座最大的意义。往后也会多进村开展宣讲，普及零路安全律法，守护大家出行安稳。现讲奏状专业而稳当，大家分工就位，免费检测寓梭，仔细排查每一处安全隐患。为了进一步规范零路交通秩序，即日起开启为期1月联合执法，全面整治零路各类交通乱象。属下已经全员就位，各路段布控完毕，随时可以开展拦查整治工作。路救援小队全员到场，全程协助执法，负责现场应急保障与突发事故处置。全员听令，请各位修士依次通过，保持秩序。灵虫请靠右，寓梭请减速。后肩已备好，有需要请随时告知。严查超速疾驰、无证驾梭、酒后驾乘、载人、为人等各类行为。
明白。我们严格依规核查，发现违规一律依规劝导教育，并做相应处置。你们分散守在各个卡点周边，一旦有剐蹭、突发状况，第一时间上前施救处置。收到，我们随时留意路况，守住应急保障，不给陵路乱象留隐患。你驾乘单人寓梭超速行驶，还违规超额载人，已经触犯陵路通行律法。贪图赶速度，也想着顺路带人，确实是我心存侥幸。陵路出行，容不得半点马虎。一次违规，就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事故。我知道错了，愿意接受处罚和安全教育。往后一定严守陵路交通规矩。各位道友，请看宣传册，多了解违规驾乘的稀害，自觉遵守陵路通行规则。超速、酒驾、无证驾缩，不仅害己，还会连累他人与陵路秩序。平时确实容易疏忽，经你们这么一说，往后定会安分守规出行。为期1月联合执法成效显著，陵路交通乱象基本然肃心。规范执法加上安全宣传，修士们的守规意识明显提高，出行风气越来越好。近1月陵路磕碰、意外事故发生率相比以往已经大幅下降。陵路规矩，坚持常态化巡查，才能长久守护全城修士出行平安安稳。疲累状态下强行操控寓梭法器，守好驾驶分寸，既是保全自身，也是守护整条陵路的行安稳。陵路出行自有规矩，修仙界最新交通律法已全面落地实行。违规超速、擅闯禁飞区、无证驾缩等行为，都有明确处罚条款。律法昭昭，天道惶惶。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轻则罚没修为，误击误罪；重则暂扣封禁私人寓梭。
屡教不改者，还会录入灵路黑名单，永久禁止驾乘飞行法器。律法不是虚设条文，是违戒灵路秩序、规避出行风险的硬性底线。往后执法巡查常态化，任何违规行径，我们都会依规严肃处置。从前只知胡乱架缩，压根不懂结构原理和养护门道。今日听完授课，才知晓平日里不少驾驶习惯。律法条款、安全技巧，全都讲得通透，实在受益匪浅。往后我们一定恪守规矩，按规范安全驾驶寓缩出行。恪守继续出行，大家能学有所悟，心生敬畏，便是本次培训最大的价值。愿每位驾驶者都谨慎行事，灵路少一分闲情，多分安稳。牢记所学，恪守律法，自觉守护好整片灵路的通行秩序。紧急红色救援灵讯接入，声源锁定青苍山方向。天客街里面的情况。命有人。听着像是人遇险，信号怎么这么不稳定？青苍山南路，灵路塌陷，还有修士坠崖求救。青苍山那片是修仙界最偏远的灵路地段，荒僻少人，离这里足足300里，还是无人区，处境怕是凶险至极。山区灵能干扰，救援灵讯彻底中断，无法继续溯源。全员即刻集合，即刻驰援青山。越往山里走，这灵路破损的也太严重了。灵能晶石全都脱落，根本起不到稳固作用。全靠玉缩自身动力硬撑前行。限速禁制石碑都被埋了，灵光早已消散殆尽。护栏损毁严重，这种路况稍不留意。青苍山灵路无人区，灵能气场开始紊乱波动。告！前方断皮剑壁自有大能断层，灵刀断层。难道路面马上就要塌陷？结构不稳，随时会发生大面界陷落。
这灵路断口比预想的还要深邃，下方灵气紊乱，恐有异动。足足3米宽的深壑，底下云雾缭绕，望不到底，峡谷深不见底，阴风阵阵，看着就让人心生寒意。前路被彻底截断，我们一时竟不找山施救的路径。你们听，荒山里怎么会有这么清晰的鹿鸣声？几位可是灵路救援小队的道友？正是，老丈可是青苍山本地人士。老张可这片灵路为何损毁如海，事故频发？灵路建成已有500年，如今天地灵气日渐虚薄，灵气变薄，便会让灵路根基慢慢瓦解破损吗？灵能固化层不断崩解，再加青苍山狼在周边徘徊。近半年这里坠崖事故很多吗？为何一直无人前来修缮？半年已出7起坠崖事故，地处偏远，始终无部门打理修缮。这边是唯一能下谷底的路，坡陡还有毒藤挡路。这藤蔓带刺，还藏毒性，贸然下去太危险。先在坡顶固定安全绳，做好防护，再往下行进。我和树发一休先下去救人，你们在上方守好绳索。我负责救治伤员，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这瘴气越来越浓了，小心别吸入太多。不好，是青苍山特有的蚀骨瘴气。嗨，我们得立复会做好防备。战到溃烂，快服丹屏住气息。有人受伤了，看起来伤得不轻，我没紧。人还有气息，只是伤势看着格外严重。毒素扩散快，必须立刻封住穴道，稳住伤势。先服下解毒丹药。再用夹板固定双腿伤处。什么声音？听着像是妖兽的嚎叫声。
探测到6只青苍山狼，含一头3阶狼王正在逼近。数量不少，还有狼王，我们得尽快撤离谷底。快放这里！你留在医馆，协助丹师全程照看张成伤势。放心，我会盯着疗伤进程，稳住他体内余毒不复发。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折返塌陷现场勘查？没错，回去查清灵路塌陷根源，方便后续修复。小队长，老朽有件蹊跷事，必须跟你说说。近3个月，山里总出没速度极快的黑色玉梭。黑色玉说，难道不遵守灵路限速禁制吗？上周村里王阿婆的孙女路边采灵草也被撞成了重伤。此事疑点重重，我们先去王阿婆家中探望。阿婆，听遭意外，我们特地前来探望。那黑索跑得飞快，根本来不及躲闪呢。阿婆切莫太过伤心，可有留下那辆玉梭的什么物件？这是当时从玉梭上脱落掉下来的。材质看着和普通玉梭完全不一样，纹路质感都相差甚远。普通玉梭是灵木混晶石打造，这款却是坚硬玄铁。您给我到了这个碎面，上面还刻着黑色骷髅的诡异标记。这纹路看着邪气很重，绝不是正规宗门所用的制式物件。检测确认，这是非法改装的超频灵能芯片。超频芯片具体有什么作用？能影响玉多少性能？可强行破解原厂限速，时速突破3倍以上。这般速度在山间灵路行驶，简直和横冲直撞没两样。还能屏蔽灵能监测，内部存有黑市交易加加密信息。
大家分头搜查。地上好多玄铁材质的轮胎印记，纹路规整统一。你们看，这里还有灵能引擎泄漏的蓝色残液。改装玉梭频繁在此出没，绝非巧合。青苍山位置偏远，监管薄弱，确实适合藏人藏身。依这些痕迹来看，背后肯定藏着一个非法玉梭改装团伙。他们借偏远地形藏匿，必须彻查到底。查到底！我把所有线索整理完毕，通报给执法队。希望执法队能尽快锁定团伙踪迹，早日将其拿下。目前，多地都有改装玉梭肇事案。我们追查许久了，原来这是流窜作案团伙，竟躲进了偏僻的青苍山。你们别打草惊蛇，我即刻带队赶来支援接应。山里最近不太平，你们进去不太平。我们明白，我会放心，请您会小心的。执法队未到。我打算先暗中探查窝点位置。深处有座废弃灵晶矿洞，废弃矿洞人迹罕至，确实是藏污纳垢的绝佳地方。十有八九，那处矿洞就是他们的寓所改装秘密据点。那就入夜行动，先摸清矿洞内部布局和人手分布，行动必须迅速，不容有失。部下暗哨警戒。一旦有异常动静，立刻传信号。切勿贸然现身。放心，山路各处都已布防，绝不会让人随意进出。走，我们从矿洞通风口悄悄潜入。里面竟停着10几辆完工的黑色改装寓梭，全都加装狂暴引擎、玄铁护甲，还刻着黑色骷髅标记。你们分头牵制，打乱他们的搜查阵型。交给我。立马搅乱他们的视线。住！
好大的力道，果然是团伙头目。今日休想全身而退！却破绽百出，我慢慢寻机反击。灵路执法队已到，即刻封锁入口。去堵住通风和后门，一处都不留。兄弟们，跟他们拼了！立刻启动寓所，强行突围！出发！启动预设灵网禁制，拦截所有逃窜寓所。已开启自动避让，不避敌方撞击路线。别放走任何威人，前后路口全都卡死。还有人想溜，队长正好出手拦截。挡我者，统统撞开！不好，他要往山顶灵路逃窜，立刻追截！休想逃走！他的寓所装了双狂暴引擎，时速可达280里。速度这么快，那操控稳定性怎么样？还用劣质灵能管，超负荷行驶极易爆裂。我会保持安全尾随，不贸然近身强行拦截阻拦。我带人去前方断魂崖急弯，布设3层灵能路障堵截。想追上我，简直痴心妄想！这样狂飙太冒险了。目标左侧灵能管道已出现裂痕，裂痕会不会继续扩大？灵能泄漏有多严重？
泄漏速率每分钟递增，预估2炷香后灵能管会超负荷引爆。隐患已经这么严重，他根本就是在拿性命狂奔。前车听着，你的寓所随时会爆炸，立刻停车投降！就凭你们也想稳稳把我拿下？想抓我归案，你还是下辈子再来试试，再来试试！这里是整条灵路最险地段，守住路障，不要松懈。明白，全员就位。不错。怎么会？天，这个是手出光！严牙搜救，务必仔细，不可放过任何线索。各队注意，保持警惕，发现异常立即汇报。搜救确认，谷底已无生还迹象。黑煞已当场殒命。异位超速改装，终究是把自己推向绝路。复调试阵纹，推演改进，如今已经正式传遍整个修仙界。阵网布设以来，灵路事故驰援速度较往日快了数倍，被困修士救援鲜有失手。搭配联合巡防执法、安全传习、预缩免套法度与善举，灵路违规乱象已从根源上消弭。从最初发现灵路救援短板，到一起推演阵纹、布设阵网，我们一步步把隐患消弭在了源头。以前出任务总是仓促奔波，现在有天机阵网灵准定位，推演最优驰援路线，救援省心有效。是啊，不止救援变快了，大家的安全意识也都提了上来，很少再有人心存侥幸违规驾乘。现在的灵路真是大变样，现在的路秩序规整，出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还有定期培训检测，心里踏实多了。多亏了救援小队、执法司还有炼气院各位费心，又是宣讲又是排查，给咱们老百姓守住了出行平安。能守一方灵路安稳，护万千修士平安，我们所有付出都值得。一直坚守岗位，不忘初心，日复一日守护灵路通行安稳。各司其职，同心协力，以实干担使命，以善意暖人心，便是最好的风气。
规矩入心，文明随行，互助友爱，长治久安。这便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人间。林无阳，守护不止，愿山河安宁，大道有序，人人守礼，岁岁平安。